再挖下来。到12点了，才把鱼打到窝子里面来。这钓个鱼有意义吗？钓鱼是最考验毅力的，我们要用钓鱼的那个劲去当年学习。北大上个啥？好，看一下鱼啊！我拿个这个好吧？你太可爱了，想了一天，想的就是你。别流弄水库啊，一天7个小时，邓老师的钓货，280个豆，这个大，我估计有300斤呢。有没有？哎，200斤就超了。记录目前那个水库的记录啊。结束了丹江口之行，我又继续出发去浙江，继续寻找巨物。这一趟可真是累着我了。到一个钓点要走2公里的山路，到了钓点以后，我观察了一下地形，选择了一个靠近山体边比较陡有石头的地方，这里水很深，应该是守巨鲸的理想的场所。可3个小时过去了，我依然没有一口的动静。这时候我就到处观察，水面有翘嘴打水花的声音，我想不如还是钓一会儿翘嘴。于是我重新找了一个滑尖，这里水深也有7米，我刚开始从3米开始钓起，经过20分钟的诱钓，终于等来了第一个翘嘴。半米啊！钓翘嘴重要的掌握的是一个节奏，我们每抛一竿一定要打一个小窝，只有不停的打窝，翘嘴才会来。其实有时候打窝比我们钓更重要。这样的翘嘴如果一天钓20条，比钓条大青鱼还贵一些，6磅。假如你一竿抛下去又打一个窝，等你的饵沉到你的钓点，也就是3米左右的时候还没有信号，这个时候你应该把它拉起来重新往下抛，抛下去以后接着也继续打窝，每一次打都不用太多，打个10几颗20颗玉米就可以了。打窝我们不要求抛得特别准，但至少要在浮漂的附近，即使不是那么集中也不要紧。一起风就来鱼了，翘嘴就是要起风，管它什么风。这个节奏过了刚才玉米这个。野钓中有时候惊喜来得太突然，不经意间一下中了一尾大的。这水面上一打滑，刚刚一抛下去，轰！这肯定大些，哇，这个好大！这肯定大些。看到没？哇，好大一个！野钓长竿钓鱼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扬竿一定要轻，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下一竿会是一个奶翘还是一个米翘，所以我们扬竿一定要轻一点，柔一点。如果你扬竿重了，来的是一个米翘，很容易形成拔河而切线。那不看，哎呀，终于了，终于了！由于掌控了较好的频率和节奏，最后翘嘴和边鱼连竿，总算弥补了我今天没有钓到大青的遗憾。钓货放流一直是我们所坚持的，当然放流还是带回家是每个钓友自己的权利，我反对网络暴力，尊重每位钓友自己的选择。不容易伤到这个翘嘴，哇，这个翘嘴。听闻远方有鱼，不惜跋涉千里。我喝过你游过的水，这算不算亲吻？我还是喜欢你，从不吃钩，但想且怂。5点半就到这里了，天刚刚亮，我以为我们到的最早，结果一看，我们排的最后，这已经走了3船了，我们还是排的第4、第5、第6。钓鱼人好苦啊！
武汉封城的第76天，也是最后一天。凌晨解封的那一刻，我们第一个时间就出了城，看着排队的车流，似乎躁动的还不只是我。上高速啦！解封后的第一站，我们准备去黄石的居破湖钓鲢鳙。鲢鳙作为4大家鱼之一，在这个季节过低的水温并不好做钓，所以我们初步计划是8点钟出发，9点钟到钓点。可是这第一天终于出来了，还是5点钟。等到9点钟，我们到了钓点，做好准备以后，打下第一竿，已经接近10点钟了。此时虽然气温、水温都有所升高，但是要把大水面的鲢鳙诱过来，一般的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1米开始钓起，然后你可能把尝试几个竿钓不一定那样的深度，再看看哪个深度上鱼。再加上今天没风，气压低，鱼的吃食欲望不够强烈，这些都对今天的做钓蒙上了一层阴影。前期我还是把饵料捏得比较松散，增加诱食效果，让它雾化的快一点。找好标点以后，5只鱼竿齐嚓嚓打向同一个标点，一字排开。唯独不同的是，每只竿的钓的水层都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只要观察哪一只鱼竿中鱼，它是哪一个层次，我们就知道就是你要打的准。你要脚踩中一个地方，对面看着一个树影的障碍物，每次踩的这个脚对那个树影的障碍物，就每次在那个地方打。经过1个小时的等待，终于中了！标点翻起的那阵阵浪花表明，此时鲢鳙已经进窝。钓鲢鳙是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就是诱的时候很辛苦，钓的时候很快乐。只要它一进窝，你就会连续钓；没进窝，你就会连续抛。通过中第一条鱼，我们发现它的钓层在1米左右，于是我们就把5只竿全部钓1米左右水深，轮流中鱼，就像开了挂一样。这只打下去，那一只已经咬上了，好一阵忙。甚至在吃饭的时候，我们还有一只鱼竿，因为没看准浮漂，被拉到水里去了。这是个鲢子。经过一阵爆鲢之后，鱼慢慢变得没那么浮躁了，但断断续续的中鱼还是在有。到临近5点收竿的时候，我们今天共钓获了13条鲢鳙，有130多斤，算是一个小小的2格拿不起来，看到没有？你从这里看。最后少不了钓货放流。我希望我们的行动影响到更多的人，只拿1条你想吃的，其他的都放流。这条路不会平坦，但是我们会一直传递下去。你唱，再往后唱，哎，你再往后唱，有300斤了，是玩了一会儿，200斤。今天人均300斤的鲫鱼，这个钓了278点几斤。拿个坑冠也做了个大边位数其实鲫鱼在中间，它的边上差别不是挺大。今年前5名的都是相差10斤鱼左右，所以这个中间我也大意了一下，吃完饭以后就晚了一点。后面感觉鱼情不太好，但是主要是前面钓得好，所以钓这个鲫鱼大爆坑的时候，前面非常重要，那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，甚至2个小时非常重要，因为那个时候你要保证不空竿，而且速度也非常快，这样才能够站。所以我前面钓的还可以，谢谢大家谢谢。不是接不接这个风。
现在下午我们来到了那个武汉的府河，武汉的府河应该说是武汉钓鱼人的天堂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看我们从那里到这里来，一共开了10几公里，沿路全部都是这停满了的车，每天可能有上千人在这府河里面钓鱼。因为这边钓鱼都是不要钱的，免费的，找一个位置真的很难。我们找了几公里都找不到一个树空里面能够进去钓鱼的。由于找一个钓位啊，需要上面能够扬竿扬得起来，因为扬竿扬不起来，那个位置再好，鱼再多也没法钓，所以扬竿要选择这里能扬得起来，然后前面又能够钓鱼，所以找个这样的位置很难，沿路都找了几公里。现在清理这个位置都花了半个小时。先削一点新鲜的嫩玉米啊。这个季节在这种野外钓那种草鱼、边鱼，这种新鲜的嫩玉米和那个打窝的这种玉米配合起来，它是又能节约成本，钓鱼效果也好。再对一袋这个打窝的玉米，两样一对，钓饵就是这个就可以了。现在大致的先调个漂，在调漂之前，最重要的是打这个窝子。现在用的是6.3米的杆长，3号大线，2号子线。由于这里不能甩踏边，所以飞线也飞不了。因为不飞线的话很难抛，所以我们采用钓定层抛投的方式。那么两个钩的距离就要非常大。为什么两个钩的距离非常大呢？因为下面都是草，实际上这以前都是草啊、树啊被淹过的。如果被淹过的地方，它可能有很深的草啊、枯草啊、树枝啊等等。如果你钩距比较小，打个比方，这么小的钩距，你可能2个都掉到草里面去了，鱼都找不到。这有可能这个在底下，这个在上面，所以钩距大一些会中鱼率高一些。2个玉米挂上去以后，浮漂是由1目到2目。我就把它再剪一点，让它高一点，高一点，目的是看漂好看一点。刚开始钓的时候，那个节奏你要打快一点，不然它这鱼不会来。这个位置鱼它也不存在是滑鱼，都是深口鱼，它只要一来，动作信号会很大的。而且我们打这个窝子的时候，如果看到水是从这边往这边流，你可以打在浮漂的右边。开始往左边走，这样。这扬竿一定要注意，只要竿尖子一顶到树上，很容易就断了。一条边鱼啊，大概只有半斤的样子。现在钓的大概是2.5米的水深，它吃的是上钩。一般像这种鱼，它都会吃上钩。如果一旦吃了下钩，估计就是大一点的了，那就是底层鱼。啊，打走了。因为刚才打了个空竿，我就感觉到这个信号像个火箭口一样往下一窜，我就感觉到这个鱼可能是比较小一点，所以我就把这玉米现在上去以后，用剪刀把它这里剪掉一点，让它小一点。又中鱼了，还是那个小柳叶边，而且每次都是吃的上钩。这个府河我上一次钓的时候还是在3月份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武汉那个疫情。就是那个疫情期间，那个时候府河是在冬天嘛，由于中间只有很窄，大概就是20米、30米宽的一条府河，四周就全部都露出来了，是一个一个的坑，每个坑里面都有一些鲫鱼啊、草鱼啊、边鱼啊，都让大家钓。有的有口了，有的有路亚的选手，他还会在这里钓到一些桂鱼啊什么的。但是每年到这个夏天的时候，它就开始涨水，涨一直涨到淹到后面这些位置。
等这些位置一退出来，这里就开始可以钓鱼，一直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一直钓到冬天，甚至钓到第2年的春天，那真是休闲钓的一个天堂，不要钱。因为一般的我们很多人都会说，在这个野外去钓鱼，我们该钓多深？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我底都没有找，因为这里最少都有4、5米、5、6米深，很深的。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去钓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钓一个鱼是钓多深是根据这个鱼的大小来的。像我们目前钓的这个边鱼，大概有时候1斤，有时候1斤不到，有时候1、2斤，这种边鱼它喜欢待的层次都在1、2米左右，都在2米啊、2米5啊，最多最多3米的位置，所以你就直接钓那个水深就可以了。你看我现在下钩也中鱼，上钩也中鱼，唯独困难的就是这个旗杆，上面蛮注意，你上面一不注意，顶到树上去，杆尖子马上就断了。哎呀，这是现在钓的第4尾，钓了大概20分钟吧。后面它可能会快一点，因为这个诱鱼诱到位了以后可能会快一点啊。这里钓鱼唯一的要求就是对抛投的基本功有点要求，因为在这里后面都是树，你不能甩大边，所以你都需要这样抛投出去。由于鱼不太大，我每上一个玉米我就把剪刀把它削碎，剪到一半，这样它中鱼率会高很多。又中鱼了，这个大一些。哎呦，哇，跳出去了，这个有1斤吧。1斤多。第6条啊，又是1斤多的。哇，这个好大！哎呀，妈呀，我看这个抄鱼真是难，你这个稍微用一点力，尖子就顶到树上去了。3斤不是有2斤，肯定是像二稳说的话，2斤高高的。这个大吧？不是3斤2斤多。从这个边鱼的那个肚子来看，这里的鱼可以连续钓很多天。为什么呢？如果这里鱼密度很小，我们打出去这么多玉米，它应该肚子都是鼓鼓的，但是它实际上很扁，就证明吃的鱼太多了，所以这里鱼还有的钓。好小，即便是这么小的边鱼，我们都不要去提线啊，都不要去。你认为你的线很大，你会把这样一提着，让它一摆，只要一提着它一摆，你可能鱼提上来了。你下一竿的时候，你这个线就是板钩那个位置就受伤了，你在下一竿钓个大鱼，线就这里断了。3点半左右才开始钓的啊，然后钓了，现在是大概1个小时，1个半小时不到，钓了9条鱼，看一下啊。哎呀，这个大的应该有多大？哎呀哎呀哎呀！所以符合这个地方每天有几百上千人钓鱼，这是应该的。